如果被问到20世纪最吸引人的谜题是什么，估计 UFO 会名列榜首了。UFO 就像划破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使人们为寻找其真相而伤透脑筋。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急剧增多。过去20年中，有20多个国家的人曾宣称看到过 UFO， 序列超过1200件。让我们来看看这样几个关于 UFO 的报道。1976年8月3日夜间11点25分，一架飞机从莫纳斯奇尔飞往突尼斯，驾驶员在距离地面1000米附近发现由北飞向南的 UFO， 共有5架。当时地面上的市民也同时看到了，雷达捕捉到了这个信号。1980年12月25号晚上，一道奇怪的光出现在英国萨福克军兰德萨姆森林的上空，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地面部队的警觉。3名士兵迅速顺着光追过去，他们震惊地看到一个小的金属飞行物正穿行在森林上空。其后，它停靠在一块空地上。3人偷偷靠近后，其中一名士兵看到 UFO 的侧面印有奇怪的标志，仿佛埃及的象形文字。他迅速掏出笔记本，将图形描绘了下来。这架 UFO 只停留了一会，就升空消失了。兰德萨姆森林发现 UFO 的消息引起了军事基地副指挥官哈特上校的关注。尽管他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但仍命令调查人员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晚上，一名年轻空军士兵冲进哈特的房间，结结巴巴地道 ：“UFO 先生 ，UFO 回来了。”哈特闻言，立即带领一小组士兵冲进森林展开调查。当时的哈特想不到自己真的会遇上一架 UFO， 从此他成了英国军方历史上遭遇 UFO 的最高级别军官之一。当他们追踪那架 UFO 时，他们的无线通信系统突然失灵，而用来照亮森林的电灯也突然熄灭了。不过，哈特随身携带的一个录影机却仍然还能继续工作。录影机录下了哈特等人当时的惊讶和紧张的情绪。我看到了，他又返回了，他正朝我们飞来，这太奇怪了。哈特后来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记录下这起 UFO 事件，报告的标题是“无法解释的光”。1997年5月21日，当时正在研究兰德萨姆森林 UFO 事件的伦敦作家布鲁尼，在一个慈善晚宴上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相遇。布鲁尼想知道这位英国前首相是否清楚飞过兰德萨姆森林上空那架神秘 UFO 的真相时，撒切尔夫人竟然对他说道 ：“UFO， 我们不能将它的真相告诉公众。”1997年12月23日，广州也发现了不明飞行物，有很多人称目睹一个状似碟形的飞光物体由暨南大学上空向武山地区移动，持续飘行近1小时才消失。综合各目击者所述资料，该不明飞行物通体透明，发白光，飞行物上部还依稀可看到一排窗口。据形容，它的宽度与一座楼宇相仿，其外形呈扁平椭圆状。它在23日晚上7时45分被发现，之后在8时40分左右消失。对 UFO 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不明飞行物是一种真实现象，但许多 UFO 专家表示，他们并不肯定 UFO 是外星飞船。相信 UFO 存在和相信它来自外星是两回事。根据 UFO 飞行性能、电池性质以及目击者的印象解释，说 UFO 来自宇宙的假说是推断出来的。对 UFO 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很多目击报告不可信，不明飞行物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人的幻觉或者目击者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曲解。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知识来加以说明。他们甚至把飞碟学视为伪科学。还有一部分人支持 UFO 的外星说，他们认为飞碟现象在许多方面与已知的基本科学规律不符。在解释这种现象时，理论上所遇到的困难是它至今未能被科学所承认的主要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轻易否定这种现象的存在。这些令人好奇的天外来客究竟为何物？
来自哪里，仍待人们进一步的科学观察与论证。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不会相信不明飞行物的存在，他们果断认为现代科技发达，很多市民可能是造假的，甚至觉得即使你亲眼看见，也只不过是你太疲倦所造成的幻觉而已。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述另一个故事，信不信都由各位小伙伴自行判断。虽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对神秘的 UFO 给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面千奇百怪的不明飞行物，人们依然对太空世界的神秘感到好奇。曾有不少报道称 UFO 光临过美苏军事基地，在撤离时因为种种原因使一些外星人寄留在基地。虽然这类报道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人们对外星人的好奇心却因此类报道越来越强。1950年12月7日，美国军驾驶员威廉·克哈姆上校驾着喷气战斗机试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说有一架 UFO 飞来。他发现了那个东西，它远远地发射着耀眼的强光，飞机上的雷达也捕捉到了，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突然 UFO 像是发生了什么故障，一下子倾斜了，指向墨西哥方向落去。威廉克和巴金斯上尉返回地面后，便到附近民用机场借了一架小型飞机，到坠落现场去查看。从上面看下去，有一张伪装网，有许多墨西哥士兵在挖土。下飞机才看清楚，伪装网下面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白色发光金属圆盘，直径约有10米，一半斜插入地下。圆盘上面有一个 1.8 米的圆顶。在美国怀尔明州杰恩市的西北部，有一处美军的导弹基地，大量的核导弹部署在这个军事重地中，因而这里是不允许任何人观光的地方。1998年10月12日，这个戒备森严的导弹基地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一个像小山一样的 UFO。 这个庞然大物的光顾不但使当地的人们惊诧不已，而且把附近农场饲养的信口吓得惊慌失措。这个不速之客在基地上空来回旋盘。1947年7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有人声称外星人的飞碟在此坠毁。美国空军不仅捡到了飞碟的碎片，还秘密解剖了外星人的尸体。这个罗斯威尔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大，使得罗斯威尔这个小镇变成了旅游点。40多年后，美国空军还兴师动众做了深入调查，分别在1994年和1996年发布了2份罗斯威尔的报告。当时美国军方在新墨西哥进行了一项代号为莫尔计划的军事试验，试图用携带探测仪器的高空气球检测苏联的核爆炸试验。根据美国军方在事件发生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展示的实物，所谓飞碟的残骸无疑是气球的残骸。在那段时期，美国军方也用携带假来的高空气球在新墨西哥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高空跳伞的后果。军方共做了几十次试验，遥控抛掷和回收了几百个假人。这些假人穿着空军制服，闪亮的银灰色的连身衣，被人看到的外星人其实就是这些假人。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还处在冷战时期。1959年5月的一天，苏联乌拉尔导弹基地总参谋部的所有雷达突然处于失控状态，一些 UFO 在该地的上空飞行，一会儿像闪电一般快速移动，一会儿又在空中停止不动。这些 UFO 停留在导弹基地周围，久久不愿离开，引起了苏军的极大不安。他们怀疑是美国在搞间谍活动，但美国矢口否认。那么到底是什么光顾了苏军的导弹基地呢？他们的到来为什么会使雷达失灵呢？这一切的真相是什么呢？至今也没有答案。既然大部分 UFO 都被确认为捏造或自然现象，那么少部分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的 UFO 也属于捏造的或自然现象的可能性，显然远远高于他们是天外来客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排除其他星球上有生命体存在的可能。面对茫茫宇宙，人类苦思不得其解，这一切仍是一个谜，一个让人类不断探索的谜。